港媒南华早报7月4日引用深圳市最新数据报道，今年第一季新增登记失业人数逾4万人，创下历史新高。不仅较前一季增长15%，对比去年同期更增长40%。登记失业攸关领取失业金的资格。根据深圳人社局公开资料，2023年领取失业金人数高达21.15万人，较前一年增长35%，凸显出即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一线城市，失业人口却在节节上升。最近，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收到政府通知要退回失业金。小红书用户不加班的大表姐指出，深圳人社官网陆续发布了一堆人被追回失业保险金、变更失业保险待遇的公告。发了的不等于稳了，一旦大数据想查，最后被查到一样要退回。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根据深圳人社公开资料，2021年领取失业金人数为12.52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收入34.85亿元，支出47.87亿元，年末基金滚存结余102.49亿元。到了2022年，领取失业金人数增长至15.66万人，失业保险基金收入41.51亿元，支出却暴增为122.04亿元，年末基金滚存结余仅剩21.29亿元。至于2023年，则索性将年末基金结余隐藏起来，该年度基金收支约略平衡。在英国伦敦的潘希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黎浩波强调，2023年深圳市年度收入是连续第2年下调，不仅反映出该市经济活力没有以前的强劲，也象征政府税收减少。接着奏乐，接着舞。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中国政府派出716人的奥运代表团去巴黎，其中有405名运动员，闲杂人员311名。这样庞大的奥运代表团，运动员和闲杂人员之比几乎是1比1，举世无双。中国的奥运代表团还带了很多厨师。前不久，中国国内沸沸扬扬的煤油车装食用油的丑闻，使中国民众每天的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笑话。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带着自己的厨师去参加奥运会，这么魔幻的行为艺术，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脸都不要了。据新京报报道，有罐车刚卸完煤制油，在并未洗罐的情况下运输食用油，涉及的食用油企业分别是汇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根据启信宝数据显示，汇福粮油集团是一家粮油加工商，主要产品为汇福食用油、汇福豆粕。公司业务涉及粮油加工、国际贸易、物流运输、商务酒店等板块。2021年至2023年曾连续3年被评选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随着事态的发展，涉事品牌一度曾经下架，但公众对于这些可能受污染的食用油最终流向何处仍心存疑虑。700多人的奥运运动员队伍到巴黎去拼金牌去了，但好像这次大家的反应都很平淡，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期待和热情。大家可能忙着挣自己的房贷、车贷，忙着送外卖，忙着担心以后还能不能当出租车司机，忙着担心会不会突然中年失业，瞬间没有了生活保障嘛。至于得多少金牌，好像并不会对生活的改变产生多大的影响。看来不知不觉间，大家变得务实了。很多网友结合现在经济下行、民众生活艰难，批评中国政府对奥运会的虚假民族主义宣传。因为很多人还在为吃喝发愁，一场这运那奥能解决温饱不？杭州亚运会我1分钟都没看，奥运会也不会看，多少金牌和我有球关系？这和底层老百姓有1分钱关系吗？没有。大家都在关注以后在哪里买油，房贷怎么还，买菜会不会被6两秤，燃气表会不会又自动跳了。年轻时看奥运会还会激动一丢丢，现在文字新闻都不想看，可能是没有精力没有心情去看了吧。那个时候感觉个人和国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国是国，家是家，我是我。关注奥运能让我有家可回吗？16年家被偷拆，重新买的房子23年又被偷拆，没拿到1分钱赔偿，至今无家可归。武汉新洲区
都听说了吧？我国派出716人浩浩荡荡去巴黎，去拿金牌，为国征战奥运会。我明明一身爱国热情啊，怎么就没有了期待？好像拿到了金牌银牌和我没有关系。08年北京奥运会啊，恨不得逃课请假都得去助威呐喊。现在怎么了？还有网友批评中国政府特供制度及体育圈腐败，代表一个享用特供食品的另一个特权阶层而已。奥运代表团吃的食品都是特供的，什么时候和我们吃一样的？浪费民脂民膏养这一大伙人是犯罪。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把运动会与民族主义连接，大肆宣扬拿金牌为国争光，并动用国家财政大力投入运动项目。然而，由于受政府腐败体制影响，中国运动员经常爆出食用兴奋剂等各种丑闻，体育界也如政府官场一样腐败不堪。而民众由于失业断供，对民粹主义宣传已经开始免疫。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的？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的？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